2年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。这次昆桑得到了一些收获，从一只试管里的几十只蚂蚁，想要在30天打造一个蚂蚁帝国，记录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包括繁殖狩猎。期间他们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。为了给小蚂蚁们增加乐趣，昆桑还增加了其他的生物，模拟真实的蚂蚁世界。计划可以成功吗？一切都得从这根试管开始。昆桑购买的收获就在这个试管里。蚂蚁很小，它们能有多厉害呢？昆桑求来一只面包虫，放到试管里。很快，小蚂蚁们通过信息素感觉到了危险，拉响了警报，集体进入防御模式。工蚁们蜂拥而上，用自己的小下巴咬住面包虫。另外的一些工蚁则保护着蚁后。有的蚂蚁撅起小屁屁，把毒液注射进面包虫体内，让面包虫失去知觉。没过多久，面包虫就变成了蚂蚁帝国的第一顿大锅饭。这个小试管无法容纳更多的蚂蚁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蚁巢，把圆管连接上。很快，好奇的小蚂蚁就通过圆管前来打探新的蚁巢。然后他跑回家，把寻找到新家的消息告诉了大家。整个蚁群在1天内就搬到了新家里，这里放蚂蚁卵，这里有新出生的蚂蚁。6天后，昆桑想让蚁群变得更有意思，准备好了所有素材，给蚁群打造一个沙漠公园，底部铺上陶粒，接着铺上椰土和沙子，一些松皮石、沉木和仙人掌等植物元素都到齐了。像不像沙漠就是你们说了算了。然后接上一根管子到蚁巢里，静静的等待。好奇的小蚂蚁又出动了。为了吸引小蚂蚁，昆桑还在沙漠上撒了一些蒲公英种子，这是小家伙们爱吃的东西。这吸引了更多的蚂蚁出动，每个人都在叼着一颗种子回家。这只小蚂蚁迷路了，沙漠太大，它走了很远都没找到回去的路线。它太累太渴，在一个沙坑旁滑倒，摔了下去。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沙坑，这里面有一只蚁狮在等着它。这是昆桑为了让蚂蚁们更接地气，提前安排在沙漠里的。这些小家伙会在沙子里挖坑，然后等待小虫子从沙子边缘滑落。但是小蚂蚁也不是吃素的，它在拼命反抗。它没有被蚁狮咬住，反而是小蚂蚁咬住了蚁狮。蚁狮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它拖着蚂蚁钻进了沙子里。虽然小蚂蚁们在沙漠公园玩得很开心，也遇到了一些危险，昆桑觉得是时候奖励他们了。这是墨西哥跳豆，它们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植物种子，实际上里面有跳豆飞蛾的幼虫，它们在里面移动，好像在跳动一样。它们最终会变成美丽的扑棱蛾子。昆桑本来以为小蚂蚁们会发现这些跳豆里的毛毛虫，没想到它们根本没反应。那我们帮他们一下，没有一只蚂蚁可以拒绝。有远的毛毛虫有了沙漠公园的链接，蚁巢里也变得热闹了起来。这里面有了种子储存区，还有诱食区，有了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，以后也产下了更多的卵。昆桑感觉这个蚁巢里的蚂蚁很快就会爆炸式的发展。为了维持生态平衡，10天后，昆桑又买来一个8角雨林缸，准备打造一个雨林公园，只需要按下遥控器，一个雨林缸就打造好了。里面当然也得加上一些吸引小蚂蚁的种子，然后加上一些不会飞的小果蝇，这样蚂蚁的菜单就会更丰富。有路的地方就会有蚂蚁。没过几分钟，小蚂蚁们就来到了新大陆。果蝇的尺寸非常适合小蚂蚁，它们一个人就可以咬住一只。世间万物都有两面性，这是大自然的法则。这只蚂蚁在寻找美食的路上又迷路了，它朝着一张大嘴走了过去。这大嘴里散发着香甜的气味，让小蚂蚁误以为这里面有好吃的。当小蚂蚁慢慢走进来的时候，大嘴慢慢的关上了，小蚂蚁无法逃脱。几天后，捕蝇草会慢慢溶解并消化掉小蚂蚁。20天后，昆桑带来了一只凶猛的野兽，它拥有超强的视力、快速的移动速度和锋利的毒牙，它就是跳蛛。小黑不知道它会对蚁群造成多大的伤害呢？好家伙，小黑是个宅男，一进入雨林公园，他就找地方躲了起来。昆桑想摇晃树叶，让小黑出来跟蚂蚁们较量较量，小黑直接玩消失，根本就看不到影子了。23天后，作为上帝视角，昆桑觉得是时候给蚁群带来点自然灾害了。在沙漠公园，昆桑拿出吹风机，打造一场沙尘暴。这是蚁群100年未见过的沙尘暴，他们必须尽全力抓住地面，否则一下就会被吹上天。而雨林公园里一场暴雨也即将来临。
假装你们没看到这个喷壶和雾化器的管子。暴雨没有对蚁群造成伤害，反而给他们补充了水分。3-4天后，昆桑决定直接给蚁群的家里来点入侵者，那就是杜比亚小强。对于家里突然来的虫子，蚂蚁们会怎么看？小强来到了蚁巢的储存区，这里一只蚂蚁都没有。直到半天后，一只巡逻的蚂蚁才发现了小强。不过这家伙被丑陋的小强吓坏了，甚至摔倒在地上。小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害怕的逃跑了。小强跑到了沙漠公园里躲了起来，还好以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在遇到这么多危险之后，蚁巢仍然有序繁荣的发展着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 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，想给蚂蚁打造一个生态缸，里面住上各种昆虫，它们组成一个原生态的环境，那得多有趣呢！打造生态缸，那首先得有一个大鱼缸。这个90厘米大鱼缸是从隔壁王大爷家零元购来的，不过这铺底下的陶粒就不能零元购了，陶粒上面铺一层小碎石，前低后高，产生一个层次感，接着铺上一层黑色无纺布，上面放2块椰砖。昆桑没有看说明书，直接用锤子给它敲碎了放上面，接着整上一层活性炭，这可不是吃烧烤的炭，然后铺上一层院子里挖来的小野土，用力给它压死，不然蚂蚁在挖洞的时候就会塌方。有生态缸就得有水，昆桑找到一个小的整理箱，直接用它打造一个小池塘，里面放一个小水泵，用一些野外采的小石头隐藏一下设备，周围贴满土。花了一点钱，昆桑就买来了一堆植物种在缸里，整个缸看起来好看多了，池塘里的水也开始循环了起来。缸的右边有很多大型植物，池塘旁边昆桑还种了食虫植物，为了将来生态平衡做准备。3天后，水变得很清了，昆桑在野外采来一些苔藓，涂在泥土上，水的蒸发很快，池塘变成了一个小瀑布。所以昆桑在缸上加了个亚克力盖子，盖子上切了一个方形的洞，方便后期操作。角落里也得切下一点，给电线走线留下位置。1周后，昆桑的蚂蚁到了，满满2大试管，里面有非常多的蚂蚁卵，总共6只蚁后，有点黑黑的，个头比较大的就是蚁后。在放它们之前，缸里必须做好防逃准备，亚克力切口的边缘周围都涂抹了防逃液。这个买电驴送的风扇可以给缸里吹进新鲜空气，帮助空气循环。是时候把蚂蚁放进去。很快，蚂蚁大部队从试管里冲了出来，他们开始探索这片地方。昆桑在旁边放了一些蜂蜜，来吸引小蚂蚁们更快的喜欢上这个地方。蚁后们看着一堆蚂蚁卵还不想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蚁后走了出来，池塘边也有一只小蚂蚁过来钓鱼，看起来它对池塘很感兴趣，不过它并没有发现鱼的踪迹。2个小时后，蚂蚁们开始搬运蚂蚁卵，蚁后也跟着大部队出来了，跟着他们的路线观察一下，原来在这里已经开始挖掘了。他们把卵集中放在这个小土坑里，而生态缸右边角落这个洞是昆桑帮他们做的，看来也有一些小蚂蚁从里面出来。搬了半天家，试管里还有非常多的蚂蚁卵，有些蚂蚁跑到石头下面，他们的路线一直延伸到鱼缸后面，看起来他们会在很多地方筑巢。前面这条线还是主线，这里蚂蚁卵最多。20分钟后，第一个试管里的大部分蚂蚁卵已经被搬走。1个小时后，2个试管里的蚂蚁卵都差不多被搬完了，陆地上也看不到太多蚂蚁，它们好像都进入了隐秘的地方。17天后，昆桑在生态缸左侧放了一个家业垫，这些蚂蚁非常喜欢这里。昆桑刚刚把6只面包虫扔进缸里，很快就出现了一支蚂蚁部队，迅速地抓住面包虫并开始吃饭。捕蝇草的叶子黑了，还好它又长出了新的叶子。缸里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，很多植物都发出了新芽，这说明生态缸里的环境很适宜，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。蜂蜜也差不多被喝完了，一只以后 BBQ 了，可能是运输过程中受伤，这对新手的昆桑来说打击有点大。不过蚂蚁帝国还有5只蚁后。23天后，缸里出现了一只奇怪的虫子，看起来像蛆收一样。这种自然的生态缸总是会随机的冒出一些小惊喜。昆桑在池塘里放了一些米虾，缸里也会长出一些新的不知名的小野草。面包虫还没有被吃完，蚂蚁们围着它们的旁边，有只面包虫被拖进了巢穴里，不过蚂蚁挖的洞好像不够宽大，
蚂蚁们只好把肉咬下来，单独带回巢穴。3-4天后，为了给蚂蚁们补充更多的营养，昆桑给它们加入了一颗昆虫果冻。生态缸后面有斑马花、网纹草、灿烂皇后，沉木上这棵是空气凤梨，不需要土养就能生长。这棵是仙洞龟背竹，水里还有一颗水芹。蚂蚁生态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昆桑只需要扔里面2只小蟋蟀，整个系统就开始运行起来。他们派出大部队开始捕捉蟋蟀，然后运回巢穴。小虾米们安静地在池塘底下啃着枣。昆桑发现一只蚂蚁，它叼着一只死掉的蚂蚁，在池塘旁边闲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想把死掉的蚂蚁扔进池塘吗？最后，他把死掉的蚂蚁放在了池塘边，自己一个人走了。45天后，缸里的植物长得非常茂盛，很多角落里也窜出了大量的野草。这里有片叶子，好像有被虫子吃过的痕迹。池塘旁边的苔藓也长出了新嫩芽。斑马花的叶子长得太高，有点遮挡住下面的光线，需要修剪一下。水芹也长出了很多，捕蝇草好像快消失了。49天后，昆桑每天都来观察生态缸植物的变化，四周都可以看到蚂蚁，它们在吃东西，侦查各个领域。玻璃上也有爬来爬去的蚂蚁，沿着植物看到叶子的顶部也有小蚂蚁的踪迹，它们非常活跃。不过昆桑在植物上发现了一只小瓢，看起来还挺可爱的，缸里都是密封的。这小瓢是怎么进来的呢？到了第2天，小瓢还在缸里，昆桑把出口打开，如果他想飞走，随时都可以。不过看得出来，他暂时还不想走。昆桑怕他饿了肚子，在野外采来一些带蚜虫的植物，把它们放进生态缸里，它们可能会繁殖很多，到时候蚂蚁也能吃到蚜虫分泌的蜜露了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生态缸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.6个月前，昆桑给蚂蚁打造了一个生态缸，5只蚁后和几百只蚂蚁住在这里，里面种了几十种植物，还有一些从泥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小野草。左边是一个池塘，前几天发现的小瓢，今天又看到它了。3天后，小瓢还在缸里，它原来喜欢在右边，现在慢慢的跑到这里。原来这附近的植物上有蚜虫出现，野草已经到了必须要修剪的状态。修剪植物的时候，需要在茎节这条线的上面剪一刀。这棵斑马花也修剪了一下，在这里又发现了一只黑色小瓢，浑身黑黑的，就叫它小黑吧。身上只有2颗星星，不知道这2只小瓢会不会成为朋友，或者繁殖出后代呢？可能是昆桑之前放进去那些蚜虫，把它们吸引了进来。55天后，又到了喂食的时间，昆桑给蚂蚁们扔了一些面包虫，它们就开始享受这顿大餐了。这只蚂蚁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对着面包虫发呆呢？它在想啥呢？昆桑还在缸里加入了一些小蟋蟀，它们跑来跑去，蚂蚁也在蟋蟀屁股后面追着跑。这只蚂蚁嘴上叼着食物，看到小蟋蟀也想一起抓回巢穴，倒是小蟋蟀反而来抢蚂蚁的食物。小蚂蚁不服了，放下嘴里的食物过来抓小蟋蟀。蟋蟀知道单打独斗打不过小蚂蚁，但是它敏捷高，只要跑来跑去就能让小蚂蚁追不上自己。不过它好像忘了这里面有一群蚂蚁。很快小蟋蟀就忘说了。120天后，昆桑之前放进去的鼠妇还活得好好的，不过它们的数量一直没怎么增加。正好有只蚂蚁经过，它好像对鼠妇有点意见，在舔了一下它之后，觉得味道很难吃，就离开了。昆桑在缸里还发现了带翅膀的蚂蚁，它们是繁殖蚁，负责和蚁后繁衍后代。任务完成后，翅膀就会自动脱落。150天后，昆桑偶尔也会扔缸里一些种子，没想到这些蚂蚁居然也会吃它们。它们会把一些小些的种子带回巢里，大的搬不动，就会在原地开吃。几天后，撒种子的地方就长出了一些嫩芽，看得出植物的生命力也很强，没有被蚂蚁吃掉的种子，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大自然总是充满惊喜，不过它们生长的区域正好是昆桑要喂食的区域，所以在它们长大之前也会被昆桑修剪掉。整个生态缸维护起来很简单，只需要想起来的时候喷喷水，然后擦一下玻璃。斑马花的叶子长得非常大，比一个手掌都大了，缸里的植物都可以让昆桑看很久。这棵凤梨也开出了小花，这里还有昆桑加入的多肉植物，旁边长出的野草上面也结了种子，蚂蚁们会把它们
带回自己的巢穴。植物长得好，从后面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些根系非常发达，已经长到了缸底。昆桑还发现了缸里有只橘色的鼠妇。190天后，昆桑在生态缸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蜘蛛，它在这里结了网，已经有3只小蚂蚁在这上网玩游戏了。避免小蚂蚁有更多的损失，昆桑把蜘蛛弄了出来。鼠妇开始发展壮大，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缸里。蚂蚁对它们不感兴趣，只是会驱赶它们。这些小鼠妇对缸里的霉菌和腐烂物很感兴趣，蚂蚁们吃完的残羹剩饭也变成了它们的食物。它们在缸里的作用还不小，昆桑偶尔也会喂给它们一些土豆，这些小黑点就是它们的粑粑，它们吃起饭来非常可爱。昆桑还给缸里加了只小壁虎，还有色彩鲜艳的千足虫。不过放进缸里之后，就很难再看到它们了。有了壁虎，就得有壁虎的食物。壁虎偶尔也会吃几只蚂蚁当零食，这些小豆象虫则是壁虎的主食。蚂蚁们也会抓几只换换口味。1个月后，昆桑在角落发现了一个鸡蛋，很显然这是壁虎的蛋。昆桑很开心，2个月后可能就会孵化出壁虎宝宝。230天后，昆桑不断地给生态缸里加入了一些新的物种，它们一起吃，一起睡，建立起了良好的共生关系。除了可怜的面包虫和大麦虫，这次昆桑给缸里加入的是竹节虫。这小子平时除了假装成一根树干，就是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啃树叶，长了这么多爪子，好像对吃饭并没有什么帮助。270天后，竹节虫蜕皮了，它的个头又变大了一些。昆桑总共加入了3只竹节虫，希望它们可以快速繁殖，生出小的竹节虫来。而这些蜕下的皮吸引了一只小蚂蚁，它会把这些死皮带回巢穴和同伴分享。鼠妇们生出了小宝宝，它们和蚂蚁一样，都喜欢喝蜂蜜。池塘里的水位很低，已经看不到水流。昆桑在叶子上又发现了2个壁虎蛋。昆桑前一天放进喂食区的小鱼，第2天只剩下了一根骨头。围着这些蚂蚱吃的不是蚂蚁，而是一群鼠妇。昆桑发现大部分蚂蚁都分工明确，有的在喝蜂蜜，有的在搬运食物。这有只蚂蚁，它躲在一边摸鱼。昆桑很好奇的是，为什么蚂蚁没有躺平摆烂的现象呢？好了，本期蚂蚁生态缸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.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。养蚂蚁那必须得有蚂蚁巢穴。昆桑在网上买了一个，打开包裹，怎么这么沉？打开一看，原来是3个玻璃做的蚁巢，里面一堆配件，还有一个装蚂蚁的小包。不过昆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泡泡组，这里有2个蚁巢，一个里面装着需要蚂蚁自己挖掘的材质，另外一个是蚂蚁们储存种子的地方。这就是要养的蚂蚁，里面是收获蚁，感觉到光线的刺激，它们就开始变得活跃起来。这以后看起来好像是BBQ了，那昆桑也只好给它们盖上一片白布了。这还有送的一瓶昆虫果酱，闻起来有一股臭大街的味道。不过为了科学研究，昆桑可以现身。昆桑尝了一口，果然不是人吃的东西。这里还有一瓶小蟋蟀，闻起来同样很恶心，可能是避免做的太好吃了，就被人类给吃光了吧。包装里面还有2个小东西，原来是温湿度计，整的和研究原子弹似的。到了开缸的时候了，通过这个又长又粗的管连接3个玻璃容器。蚂蚁不喜欢震动，这个小钢垫放在玻璃容器下面，可以减少震动。养蚂蚁最主要的就是蚂蚁，蚂蚁们已经做好了入住大豪斯的准备，以后的脑袋红红的，就叫它们小黑吧。这是收获蚁的一种，角收获蚁，原产于肯尼亚的干旱地区。这是一种不怎么常见的蚂蚁。把活动区的配件安装好，温湿度计粘在盖子上，盖子内部涂抹防陶液，盖子的上面还有一层盖子，主打一个安全，方便拿下第1层盖子，对活动区进行各种操作。补上通风口，活动区底部添加沙子，然后把它们铺平，喷水打湿，这样就不会引起沙尘暴了。铺上几块野外捡来的小石头，还有一根树枝，方便蚂蚁找到出口。既然是干旱地区的蚂蚁，那它们常见的植物肯定是仙人掌了。这根仙人掌和这群蚂蚁比较搭配，把它放在角落里，一个喂水器，还有2个喂食器。昆桑不打算用，直接把种子撒在石头上，这样看起来非常自然。给蚁巢加水，为了让蚂蚁们不会爬得那么累，昆桑在活动区上
垫了几本书，最后把管道连接好，大力出奇迹，管子太细了，插不进去，还得给他加点润滑液。不过昆桑是个单身狗，去哪里找润滑液呢？这防逃液一样用，果然很容易就连接上了。是时候把蚂蚁放进来了，打开试管的塞子，把试管平放在活动区，在蚁巢上贴一层红色塑料纸，可以阻挡光线。为了引它们出来，昆桑取出一只小蟋蟀，放在试管出口的位置。有一只蚂蚁闻到了香味，走了出来。不过它好像还有工作要做，蚂蚁们需要把种子加工成面包，来提供给整个蚁群食用。它们储存起很多的种子，这样就有了源源不断的食物。蚂蚁们分工不同，这只蚂蚁在八宝山工作，负责把BBQ了的蚂蚁搬到垃圾区。这些蚂蚁不仅比昆桑聪明，还比昆桑干净，这让昆桑非常惭愧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蚂蚁走了出来，它开始咬蟋蟀，确切地说是舔蟋蟀。它们开始享受美食。这只蚂蚁在扔垃圾，昆桑还观察到有只蚂蚁开始在角落里挖洞，沙子铺的有点厚，希望它能成功吧。蚂蚁们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都过来舔蟋蟀。这时候蚁后出来了。他是查了一圈又走回了试管。昆桑一直观察蚂蚁到了很晚。到了第二天，昆桑来观察蚂蚁，才发现蚁后不见了。昆桑发现一些蚂蚁在试管入口的沙子附近挖洞，角落里也正在进行着。蚁后跑哪里去了呢？昆桑只好跟着蚂蚁来寻找蚁后。在地下的洞穴里并没有看到蚁后，试管里有一只蚂蚁，它叼起一块面包走向活动区。昆桑决定跟着它去寻找蚁后。看来以后可能在后面的角落，这里有一只蚂蚁正在制作面包，它身残志坚，即使是一条腿无法行动，还是坚持干活。可能它从活动区的顶部掉了下来，摔在石头上，它的后腿无法再使用，这影响了它的活动。几个小时后，蚁后又回来了，看起来它不怎么喜欢沙子底下的蚁巢。昆桑又拿了些种子放在蚁巢的入口处，这次起了作用。有一个侦察兵来探索这片未知的领域，然后回去报告给蚁后。同时昆桑还给他们了一些糖水，不过蚂蚁们好像对糖水不怎么感兴趣。过了一会儿，更多的蚂蚁来探索新蚁巢，他们来来回回的跑了几个小时。等他们确定这里安全之后，才开始把蚂蚁卵搬了过来。这只小蚂蚁不知道在干啥，它叼起同伴快速的飞奔，走了一圈之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，又把同伴叼了回去，以至于同伴的头都撞在了种子上。试管里出现了新出生的蚂蚁，这只蚂蚁比别的蚂蚁颜色都浅。看着蚂蚁们忙忙碌碌的，昆桑感觉这次以后可能会搬家了。3天后，昆桑发现以后出现在了爆米花槽里，但是他看起来很焦躁，因为这个槽太大了，对于以后来说缺少安全感，所以昆桑给试管遮住光线，看看以后还会不会选择回来。还有一些蚂蚁开始在红色蚁巢挖洞，爆米花槽给收获蚁储存种子，这里有些潮湿，蚂蚁们更加喜欢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.6个月前，昆桑给蚂蚁打造了一个生态缸，里面有一个小池塘，5只蚁后和几百只蚂蚁住在这里。起初缸里看起来很漂亮，不过随着植物和动物们不断变化，生态缸也在不断的变化。一开始昆桑加入了蚂蚁、鼠妇和跳虫，植物开始疯长后，暂时看不到鼠妇们了。这时候的生态缸是昆桑最喜欢的状态，一切按照想象的方式生长的。2年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变成了这样，植物狂野生长，缸里也一片狼藉。经过一顿修剪，到了第2天，昆桑再次打开灯的时候，缸里还是很混乱的，喂水器被打翻了，缸里到处都是草虫子和蚂蚁。虽然经过修剪，生态缸还是看起来更像杂草缸。昆桑给缸里放了2种食物，一种糖块和一块黄瓜。没想到很多蚂蚁居然喜欢吃黄瓜，塘上也有很多蚂蚁。到了晚上，
竹节虫也出来活动。昆桑在缸里加了2个野外采来的烂木头，木头上天然的生长着一些苔藓，这会让缸里的生物更加多样化。昆桑给鼠妇们添加了草莓、胡萝卜、菠萝、橙子、香蕉、黄瓜、苹果和蓝莓。哪种会是小鼠妇们最喜欢的呢？他们最爱吃的还是黄瓜，然后是橙子和蓝莓。昆桑晚上点了只鸡，把其中一只鸡腿用烤箱烤熟，放在生态缸里，观察它们对食物的反应。虫子们也很喜欢吃鸡肉。1周后，昆桑买来一盒蟋蟀，把装它们的盒子直接放进生态缸里。很快，蟋蟀们就爬进了植物里躲了起来。昆桑还买来一只蝎子，之前的小黑瓢虫已经消失了，就让它来代替小黑吧，把它也放进缸里。很快，小黑也消失了，可能它也很喜欢这里吧。鼠妇们数量暴增，这导致它们在土壤下挖了个洞。如果它们不小心挖到了蚂蚁窝，那可就热闹了。植物疯长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经常维护修剪，缸里有很多竹节虫，叶子被啃得乱七八糟，之前的池塘已经看不到了。几天后，小黑出现在了生态缸的前面，他走出了散步，挥舞着2个大钳子四处移动，可以在这个大丛林独自闯荡。小黑应该是个男生，事实上他确实是，从他肚子下面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出。这只鼠妇产卵了，它的肚子下面有很多小宝宝，这有只小蚂蚁在摸鱼，它在舔自己的小屁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只蚂蚁过来帮他，然后他们一起摸起了鱼。2个月后，修剪过的地方并没有好好的生长，反而更难看了。昆桑给这里重新栽了一些秋海棠，这才像点样了。缸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只蜘蛛，可能是在土里长出来的，看着还挺可爱的。昆桑决定养它一段时间。下面这个小家伙同样很可爱，出生了一段时间的小壁虎终于露面了，它在舔着玻璃上的冷凝水。小蛙趴在玻璃上抢镜头，可能是饿了。4个月后，生态缸的植物变少了很多，很多植物被大量出生的竹节虫吃掉。昆桑不得不把竹节虫们都带出了生态缸。当昆桑在缸里加入一颗昆虫果冻的时候，蚂蚁们疯狂地开始进食。昆桑在玻璃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一个蚂蚁卵自己在移动，蚂蚁们都跑去食堂吃饭，没人管那个小宝宝了。2年半后，池塘彻底变干了，小蛙也得离开生态缸了。池塘被土壤填满，昆桑又添加了很多植物，从生态缸里长满了植物，维护就变得简单。平时昆桑除了喂里面的生物一些蔬菜水果和鸡肉之外，还会把剩菜剩饭及骨头扔里面，在野外挖的金龟子幼虫也通通搞里头。之前昆桑放缸里的千足虫现在又出现了，这说明它们还活得好好的。蚂蚁们每天都在搬家，搬家的方向取决于昆桑在哪边喷水，哪里湿度大。到了第2天，它们就会在那里安营扎寨。缸里草虫子的数量也非常多，除了黄色千足虫，缸里还有这种红色千足虫。这些小飞甲虫是没有被蚂蚁吃掉的，面包虫进化出的成虫。看着这些千足虫缓慢的行走，真的很有意思。小蟋蟀会被蚂蚁吃掉，成年的大蟋蟀则会吃掉BBQ的蚂蚁。整个生态和野外的环境一样，有一个简单的食物链。要说生态缸里昆桑最喜欢的生物，那就是千足虫了，好像一个超长的公交车行走在热带雨林中。又到了喂食的时间，很快水果上就挤满了鼠妇和蚂蚁，猕猴桃上甲虫和千足虫也在一起干饭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生态缸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朋友们，使用国产价值1000多的蚁巢饲养蚂蚁是一种什么体验？2个月前，天哥在评论区发现有个大佬说要送蚁巢，因为我用过这个大佬的蚁巢，知道他家的蚁巢质量靠谱，做工和口碑都不错。这次终于白嫖到了，蚁巢本身分量十足，拿起来就沉甸甸的，这包装的也太好了，光是撕膜就撕了半天。
看着这个造景堂，仿佛置身于广袤而苍凉的沙漠之中，一具神秘的骷髅静静平躺，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胆子小的小朋友可能接受不了，没事儿，这都是假的。阳光洒在黑色的沙砾上，泛起微微的光芒，如同岁月的余晖。造景分为2层，下面还有一个小阁层。这个区域虽然不大，内部也是别有洞天，造景毫不马虎。在造景活动区的后面，连接了9根超级大的冲沙试管，试管头部填充自实，可以提供正常的湿度，适合饲养大部分蚂蚁。如此豪华的蚁巢配件也是提供了满满一包，包括各种喂食器。就算不放蚂蚁，这造景也可以让人观赏很久。连接配送的电池盒可以让小阁层的灯打亮。我们给顶部盖子涂抹防逃液，接着在顶部支架放上送的小灯。既然是蚁巢，那怎么也得安排一些蚂蚁。这些试管里就是我刚刚收到的全黄弓背蚁，身子是黄色的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它们在试管里已经产下了大量的卵，把蚂蚁们全都搞里头。很快沙漠里就热闹了起来。关上大灯，让我们看看效果。只想着放蚂蚁，还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给试管头部加水，这样试管里就可以提供稳定的湿度。看看蚂蚁情绪还算比较稳定，有几只个头比较大的，这只最大的是不是蚁后呢？工蚁们忙着把卵和幼虫收集起来，它们开始躲在了骷髅的下面。运输了几天，它们得渴了，给它们加点水，很快就有蚂蚁来喝水。另外再放上一个食盆，里面加上蜂蜜。它们对蜂蜜好像不太感兴趣。蚂蚁们在探索着整个蚁巢，半个小时后，已经有很多蚂蚁住进了那部阁层里。打开夜晚模式，感觉更加有意思。3天后，活动区只剩下几只蚂蚁在巡逻，大部分蚂蚁住进了地下的阁层里。来看看旁边的试管里，加了水的试管槽住进了密密麻麻的蚂蚁，通过侧面的通道和地下阁层连接，给它们放入一块冰糖，还有蚂蚁们不可缺少的蛋白质。9天后，天哥饲养的带黄蜂失去了生命，一身绒毛非常可爱，这身体也别浪费，把它放进蚁巢里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刚刚放进蚁巢，就被巡逻的工蚁发现了，2只工蚁马上对这个庞然大物发起攻击。路上赶来另外一只工蚁，也发现事情不对劲了，他们对着死掉的带黄蜂就是一顿啃咬。但是带黄蜂皮糙又厚的，身上有一层厚厚的绒毛，蚂蚁们啃了半天，毛都没啃下来，给几只蚂蚁累得够呛。而地下的蚂蚁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他们嘴对嘴的分享食物，还会帮别人清理身体。吃饱的蚂蚁就在石头上休息，好像时间静止了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15天后，看看蚂蚁们咋样了。带黄蜂吸引了一群蚂蚁，看来蚂蚁们已经啃食了一部分了。把野外采集到的一只蚂蚱经过灭活处理后，一起放进蚁巢里，看看蚂蚁们会对哪个更感兴趣。很快蚂蚱上就围满了蚂蚁。20天后，取出带黄蜂的躯壳，上面还有一只蚂蚁还没吃够呢，给它们放进去一个虾营。它们也是来者不拒，经过了几天的投喂，试管里出现了大量的蚂蚁卵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